走。这个非常离奇的新闻是，他谁写的？一个自由撰稿人，而这个自由撰稿人非等闲人哦，他曾在彭博待过，他曾经在《纽约时报》待过，然后呢，突然说今天有一艘船停在我们的台中港，一艘香港的民用船停在我们的台中港，有什么了不起？他说没有哦。原来这一艘香港的民用船曾经跟解放军合作过，解放军怎么合作呢？原来，导播我看，这就是他的船。那这个船，你看吧，上面不是板子吗？解放军就藏在里面，这里边藏了很多解放军的人。那我们到了一个港口以后，板子一打开，解放军的人就冲出来，就代表我等于随时由民转战，我随时这些民航的船，你以为只是民航的船，它可是木马屠城记的木马，只要进到你的港口，它的解放军就会冲出来。他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当然，就我们台湾居然不知道。而且我们就说，川普上台之前很多怪事发生。那什么怪事呢？这是一个这个自由撰稿人叫何桂生，他写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有一艘这个挂着香港旗帜的这个商船停在我们台中港。那停在台中港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台湾应该好好调查这一艘这个国安这一艘船。为什么？他说呢，因为这艘船曾经参加过中国的解放军的这个演训。这个解放军演训就如同刚才宝杰讲的，这个商船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它这上面呢有很多板子把它打开之后，它放这个突击艇，就是这个突击艇。对，突击艇还可以放6艘在这下面。等我们看这就是当时中国演训的画面。中国演训的画面，刚刚讲，你就是把对，就这个，对，这个就是中国的突击艇。对，中国的突击艇就直接放在这个船里面，然后呢，解放军就在旁边，然后呢，他的这个突击艇突然从这个民船里面出来了以后，他的解放军就上了突击艇。就进行了2栖作战了。你看起来的话是这个商船嘛，商船然后进到港口之后，里面载了6艘突击艇，突击艇上面他就是这样搞的。对，突击艇上面都有解放军，那你看就可以快速的打击嘛。那你讲，这艘船，因为他说曾经参加过这个中国解放军的演习啊，好，那他就说这个自由撰稿人就说，这艘船在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你们有没有去查？对，那还有说我们这个所谓的曾经参加过中国演训的部队的船只，民用船只能不能再停到香港啊？您停到台湾来，这么相关的规定，他认为说台湾应该是没有这些规定，所以也就是说，他点出了一个我们国防上面的漏洞，可能很多，特别是挂了香港旗帜或者挂了很多国家旗帜里面，到底里面有没有解放军？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状况。对，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你看啊，我们这个台中港就说，该船在港口正常的卸货，属于正常的这个出港作业，那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滞港情形，然后在港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的这个状况。他不用啊。我了解这里的水文啊，我了解这个港口的进出啊，你要引水人多重要？我要了解你的港口，我要了解你的气候，我要了解你的水流，对，那是我的情报啊。对，没错。那我们交通部长就说，政府相关机构已经开始登这个，目前为止日前有登这个船，然后没有发现异常，所以这个未来状况会加以留意。那该船已经离开了，也会跟国安单位洽询，然后如果商港法需要修正就修正。也就是说，好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漏洞，我们可能会这样做了。那王志胜说，因为过去呢，中国有很多所谓平战转换，他们目前为止用非常多的这个商船，然后平时之间就跟你一起互相演训的过程里面来说，我必要的时候就可以转成这个战船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你看他来到台中港，我觉得非常有战略意义。为什么？他太敏感，是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的演训。导播，我们再看刚刚的画面，他就直接把这个快艇直接放在里面，对，然后解放军也在里面。我有需要的话，这个快艇马上拿出来。我在你完全猝不及防的状况下，我就冲上来了。对，没错。那你看，好摸清我们这个目前为止台中港的这个状况之外，这个距离清泉岗机场也非常近嘛，所以也就是说，你这条船里面搞不好你还装了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登船去，有些东西你看得出来吗？我们的相关人员看得出来，他的那些设备看不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的确是要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中国这几年，你看。他们在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征用，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登陆台湾有一个方法是，除了解放军的部队之外，他们本来就会用这个商船。商船上面来说，他们会征非常大量的商船之后，你看这是他们的商船哦，你看商船里面载的什么坦克车。这是他们的滚滚轮哦，滚滚轮里面就有这个坦克车在这边。那他们就演训过，这个滚滚轮的时候怎么载坦克车？原本是载汽车，到时候怎么载坦克车的这个状况？包括你看他们有非常多，你看这是都他们船只哦。那看解放军的部队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由中远的船只把它载走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们有非常多都是互相配合的这个情形，有跟他们配合过的船只是非常非常多。那美国有一个这个战争学院有出版过一个这个文章里面就说，哪些民用船可以用哦？所以他们互相设计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可以民用跟军用互相结合哦。所以来说，这一次这个香港的商船来到台湾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忽视，
一定要好好的留意他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诡异的行动，因为这不会是第一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类似的行动。好，体会。你说，其实这个撰稿人非常有趣，他是一个美国的自由撰稿人，可他以前在彭博待过，他在这个《纽约时报》待过，他非等闲人的。这个你说，这是美国透过这个人来警告台湾的。我美国都已经做了限制哦，你美国像这种船是绝对不可以在我美国港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登陆这个所谓的靠岸哦。就你台湾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你居然让这种船来去自如。而且你知道，这个美国它刻意的这个文章是放在台湾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啊。那这此地无银300两，这是告诉你在警告你台湾说这艘船已经来了，难道你们都完全不晓得？没人在管，船也跑了，你也还不晓得，现在还装得笨笨的。你知道吗？现在其实川普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跟中国切八段，不是吗？之前我们节目上也都有提到一件事情，连美国的港口那个吊挂货柜的那个所谓的 crane 嘛，那个东西来讲的话，全部都不要中国制了，没错，因为他说你里面会收集数据嘛。那你现在连一艘船要过来，而且这艘船曾经参加过解放军的，所以美国现在做什么事情？包含你的人、研究生，或者是学者，或者是有关这个相关的人等，你只要有跟解放军有接触过的，或者有解放军有联系的，基本上我都跟你切断关系。所以如果这艘商船都已经跟解放军有演习过的，为什么台湾会没有资料库呢？你说在美国来讲，你不要说你是解放军的船，只要这艘船你跟解放军有过合作、有过互动，甚至参加过演训，你就是拒绝往来户了。是啊，就拒绝往来户啊。那这艘船，我相信美国这边早就已经锁定资料，否则他怎么知道这艘船跑到台中港来？对，所以这艘船，而且他们船也不多，真的征用了一些商船。这个基本上还没有去算到海上民兵哦，或是算到一般的渔船哦，这只是一个大型的或者专门就在做木马屠城机用的哦。那这些木马屠城机的船，连台湾你都没有掌控的话，那美国都认为说你这个就是破口嘛。对，你这个不是以后我第一岛链如果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卫措施来讲的话，那你时常就让中国的这种船跑进来，结果突然间解放军出现在台中了，那解放军出现在台中街头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他都在警告你台中啊，第一个法规不足。第二个，你行政单位没有任何的敏感度。对，你照道理讲的话，你进来的这些船，你都有资料库才对啊。我们交通部局讲啊，没有问题啊，它也是民用船，而且我都登得上了，登船里面没东西啊。难道真的要出事了，你才要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啊？这就代表说我们的国安部门跟交通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没有好好的横向联系，所以交通部那边可能没有他们的资料。对，那现在国安部门、国防部门一定都有他演训的资料，那怎么横向联系？这个就是美国担忧的。美国最担忧什么东西？不是你搞砸美国，而是你内部来讲的话，自己搞不定，你自己的横向联系都有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非同小可哦。因为最近来讲，赖清德回来之后，所有的演习又开始了，而且呢，可能是联合利剑系的演习。这个联合利剑系的演习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包围台湾而已，它是针对第一岛链而来的。所以这是中国第一次做针对第一岛链的演习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美国最担忧的就是台湾形成一个破口。不是，今天有个消息，也让人家跌破眼镜，就是没有想到封锁了半天，现在中国的成熟制程还是非常的厉害。结果它现在已经有产能可以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它来台湾抢单，居然是我们成熟制程的6折价。一个晶片我给你打6折来抢，那个就有很大的竞争力。你说中国最可怕就是这样，当他学到了以后，他就量产，量产他就破坏价格，他这是用地域价。当年韩国就是这样被他打趴的，所以现在韩国有多惨，你知道吗？第一轮竟然报价比一颗白菜、高丽菜还要便宜，卖到第一轮比高丽菜还便宜。你看最新的报价，你看到这长青储存韩国去扶持出来的，因为韩国是最早跑去中国大量盖第一轮厂的，结果中国的第一轮产业就是这样做出来。结果7月的时候，一颗还有2.1美金，才60块台币，现在4个月内跌了36%，你知道多少钱吗？1.3美金一颗，才40块台币。第一轮报道比一颗高丽菜还要便宜，结果怎么样？价格大跌之后，三星跟海力士倒霉了，利润亮起红灯，而且它的最新DDR5也要降价，甚至要减产。中国这次你不要让我做出来，做出来谁就会倒霉。也就我们知道，以前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就是因为韩国的经济太差，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怨，所以它的支持度从以前是过50%哦，现在只有17%，就是因为经济太惨。而这个经济太惨跟中国是有关系的，谁也受不了中国这种低价倾销，所以他把它倾销过来之后，更可怕的是韩国倒霉是什么？你技术竟然来自韩国，从中国公司去偷，中国公司被抓到说偷三星的员工，而且挖了30个技术人员，把20奈米的第一轮技术给偷来了。所以今天青菜价的第一轮是怎么来的？
是韩国公司的技术，结果韩国损失有多大？4.3兆的韩元啊，多可怕的数字啊！原来这些低润的技术是从韩国偷来的，再去韩国倾销，卖到一颗只有1.3美金，对，害得海力士跟三星现在都减产，而且更惨的还不只是这个、中国这样能赚钱吗？当然不会赚这么损人不利己。而且还不止这个出来，因为再来是什么？因为韩国的中国经济还更差之后，现在更可怕的是，晶圆代工有没有机会变成青菜价、胡萝卜价？因为12寸竟然跑出来成熟制程打6折，我都没有听过说，竟然成熟制程或晶圆代工有打6折，打6折降40%。台积电如果法说毛利掉1%，法人都要大砍他的股票了，竟然可以打6%，而且更可怕的是8寸。还要往下掉20%到30%，而且到处去抢驱动 IC、电源 IC、微控制器、MCU 成熟的晶片，这些晶片。可是中国做得出来吗？它的品质可靠吗？它的量产有这个良率好吗？当然不是多好的东西，因为它的是45奈米的晶片都是成熟制程，所以一旦让它14奈米以上那些比较落后的做出来，韩国倒霉，三星倒霉，台湾的联电跟力积电也会倒霉。现在就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竟然会这么惨，而且更惨的是。还要持续到2027年，这个萝卜价、白菜价还要到2027年，因为怎样？还有32座晶圆厂，我真的很难想象，还要盖晶圆厂，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数了，竟然还有32座晶圆厂还在盖，价格还要往下杀。如果全部盖出来，它14奈米以外的，就是比14奈米更落后的，要占在世界的33%，等于世界上成熟制程有1/3都来自中国，那价格会怎么杀？你很难想象，这个叫做中芯跟华虹的毛利率竟然掉了3%，还在往下掉。你知道联电在哪里吗？联电在30%这里，世界先进在这里，台积电这张表不够用，因为它是50几%，完全看不到车尾灯。结果它这里还要杀价。打6折这件事情是中芯跟华虹这些业者弄出来的，更惨的是这些业者根本都不赚钱，所以你刚才问说他们有赚钱吗？因为根本他不赚钱，要把别人给拖死，不发2023年的股息，根本发不出股息，根本就没有赚钱。中芯已经不发股息了。对，更惨的是他们赚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政府的补贴，因为大基金还在投钱。所以他是赚补贴领国家的钱，而且去从银行搬了67亿美金拿来盖晶圆厂，然后跑到全世界去杀价。吴总，你的好朋友高启全最近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轻忽中国那种赔钱的能力跟赔钱的决心，他现在赔钱都要盖，而且他居然这种成熟制程是让他们8奈米的来台湾抢单，居然一下子给你打6折。”不，我觉得现在目前是全世界已经确定了嘛，在成熟制程部分，只有韩国跟中国竞争，那台湾早就脱离了，台湾已经到了这种我们高阶的阶段，对不对？到了先进的这种半导体。那在这个情况呢，会不会维持长久？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1月20号，这个当川普上台之后，他能够接受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成熟技术的半导体的生产国吗？他不能接受吗？当然不可能接受吧，因为你这个就是你要倾销。或是你这种用所谓的这种国家补贴这种 over capacity 的策略，然后做外销的方式来占全球市场嘛，那就把韩国打挂了。所以因此来讲的话，这个中美的大战开始的时候的第一段部分，虽然目前美国所采取的策略，把台积电整个的先进的制程的半导体全部放在美国生产，对，然后这个部分已经得到成功了嘛，然后台湾跟在这里面扮演角色，以及跟美国之间的分工角色已经出现了嘛。台湾变成所谓的研发的这个高级半导体的研发中心，然后生产制造，现在今后会会集中在这个美国嘛。但可是这些目前这所谓的7奈米以上的这些成熟半导体的14奈米以上，7奈米以上嘛，那这些东西来讲，世界第一是中国。而且美国面临这个问题啊，因为美国是最大的user嘛，对，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他必须也要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第一个办法，他就高关税啊，他是 tariff 就关税制裁啊。那关税制裁如果加60%下去的话，你打6折有什么用？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大战还没有开始啊，你知道吗？大战没有开始，美国不可能让这个中国在各种产品的市场上，对，让全球各国
依赖中国的这个生产能力嘛。对，这个是基本上它改变的这个是，尤其在半导体部分，我觉得这些东西最后会变成徒劳一场，因为美国会干掉它的，美国不可能放过它。中国不是提篮子打水吗？他丢了这么多的钱盖那么多厂，到现在还要盖30座晶圆厂，没用吗？不，他现在希望的方法就是他已经知道了嘛，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说，就是所谓的这个先进制程部分，他暂时能偷就偷，能买就买。而且最近不是有一家被这个制裁的公司吗？对，一家小公司啊，后来发现他怎么会提出一些先进制程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结果是转了好几个弯，跑到台积电去偷买的嘛。这个又被美国逮到了嘛。所以美国不断在做这种情报跟封杀的工作嘛，但目前来讲的话，集中精神是在先进制程嘛。那问题是这些成熟制程部分呢？这部分就我觉得是时间问题而已啦。而且韩国也一定会跟他合作啊，因为韩国可以取代这个位置啊，所以他只要用韩国会跟美国合作，韩国会低关税啊，韩国低关税，然后中国高关税，他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还有欧洲很多国家它会配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到最后，他这个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策略里面，这个部分所谓的成熟制程半导体部分，他一定会下重手去打击它。